哎，大家好，我是梁爷。哎呦，很开心啊，又来了。你看，现在观众也认识了，是吧？去年头一回来，大家都不认识，我也很紧张。我去年来之前，我还问了问我妈，我说我要去上海比赛，有没有什么要嘱咐的？我妈说啊，到人家那儿啊，少说话，早点回来。我说也可以不去啊，也可以不去。哎，但是你别说，做到了是吧？很快就走了啊。确实啊，家里边也一堆事儿。去年我也讲了，家里边呢还有2个小朋友，是吧？哥哥大了，那妹妹还小，还要请个阿姨帮忙照顾，就很困扰啊。我媳妇就觉得选不好，我就劝我说你随便选一个，不合适我们就换。我媳妇说我啊不行，我看人不准。啊，是那意思吗？看人不准，骂人挺脏。我说你这样，你就选一个有经验的。他说不行，有经验的都油，爱偷懒儿。我说那你找一新手。他说新手啊不行，带不好。我说那你找一岁数大的。他说不行，岁数大都干不动。哎呦，我说你找一年轻的。他说你要干什么呀？哎呦，我要干什么？我要跟阿姨出去单过。他说你别废话啊，你刚才你都笑出来了。我说我这是苦笑，我还笑出来，不小心啊。选不好，其实我也能理解，是吧？你家里突然来个外人，又照顾孩子，总是不放心啊。后来我也选烦了，我说干脆别选了，就让我妈来就完了。我媳妇说：“哎，选好了。”你知道，当你把主要矛盾拿出来的时候，次要矛盾好解决，当场就选好了。选好了，阿姨呢就是聊一聊工资嘛。哎呦，阿姨这工资也不是说高，也不是说低，阿姨这工资啊准。阿姨这工资就跟看着我工资条定的似的，跟我工资一边多，跟我工资一边多什么概念啊？她要是全勤，我不敢请假。其实关于阿姨这工资啊，我想过，你比如说我1个月我挣好多啊，我就不差阿姨这点工资，我1个月2000，我自己辞职当阿姨。现在它一样。当然我知道有的朋友会说啊，一样，你也可以自己辞职当阿姨，你还能自己照顾妹妹。但是我们那个本职工作不是还有5险1金？阿姨这工作管吃管住，我呢上班不远，她就住我们家。哎呦，我们俩这工作一时间还有点难分伯仲。哎呦，我说我这工作还没点优势。我说我这工作稳定。阿姨说对，你稳定我就稳定。狠狠被拿捏啊！签了合同越想越别扭。你看原来上班就跟妹妹说爸爸上班挣钱给你买好吃的，现在不行了，现在上班挣钱都给阿姨了。什么感觉？现在感觉为人民服务啊，很具体。为阿姨服务啊！我说我还给你发工资，我说我干脆直接让我们会计打你那儿得了，我说咱俩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你哪能那么没出息啊？”阿姨来了呢，就是融入的也很快，几天啊就有主人翁意识了。现在每天在家里抱着妹妹送我上班，走吧，去忙去吧，啊，就给我挣工资去吧。哎呦我天！我走我也不放心啊。我说阿姨，您记得给孩子喝奶粉。阿姨说，非喝奶粉啊？我说不，非喝奶粉。二宝啊，特别喜欢那个飞鹤、星飞帆、卓瑞，聪明宝宝都爱喝。阿姨说行了，别嘱咐了，快去挣奶粉钱去吧。我说哎，你别说，挣着了啊。下班回家就赶紧抱妹妹，我这边抱着妹妹，阿姨就拉我聊天，说你看看还是闺女好吧，将来老了还是得闺女照顾你。我跟你说，儿子都指不上。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阿姨说嗨，我有分寸，你儿子不在我这么说。我说您啊，最好是等我妈也不在。阿姨没事呢就拉我聊天，然后就数了我。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新员工入职啊，要展现
自己的这个价值。但是阿姨展现那方式吧，就有点奇怪，就老批评我。她说：“你看这纸壳本，卖不了多少钱，还占着地儿。这扫地机器人最没用啊，擦不干净地我还擦它。”我说：“哎呦，怎么刚上班就骂同事？看哪儿都别扭。”我觉得阿姨啊，就是工作不饱和，是吧？每天就是闲的。你看她带着孩子啊，上午玩会儿，中午睡觉，下午又玩会儿，这一天就过去了。你想我们那一天，差不多，差不多。难怪工资一样多哈。我说阿姨不行，干脆你上我那儿上班就得了啊，反正工资都一样。阿姨说：“哎呦，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着你那活儿啊？”哎呦，我说您别说啊，差不多。我在单位伺候领导，您在家照顾孩子，没事儿呢哄哄他，有事儿给他擦屁股。阿姨想了想，阿姨说不一样，说我在家就擦这一个屁股。还挺了解我们领导啊，你看老觉得阿姨不干活，工作轻省。前一段呢，阿姨啊老家亲戚结婚，请假回老家，她请假回老家，我请年假回家当阿姨，要保持一个收支平衡。你看阿姨一走，我就发现了这活啊什么都是这样，看着简单，其实还是非常累啊。每天照顾孩子又得干家务，天天盼着阿姨回来。我这边盼着阿姨回来，我扭头一想啊，我也一个礼拜没上班，单位是不是也很想我呀？礼拜一上班，我说怎么样，朋友们，上个礼拜都顺利吗？我们同事说啊，你上礼拜没来啊？我这一礼拜没去，没发现。我扭头回家呢，就跟我媳妇儿吐槽，我说你说像话吗？哎，一个礼拜没上班，我们单位同事没发现。我媳妇说啊，你今天上班去了？谢谢大家，我是梁岩。谢谢梁岩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感谢梁岩。哎，谢谢大家。我有点忘了，你俩这个 PK 是谁选的谁来着？我选的谢谢。当时是谢谢是他们组的第2名，上一个赛段非常高票，190多票。然后我就选了谢谢，我觉得会后边的我的队友相对更宽裕的选择。装的，其实我觉得我能赢。但是刚才那个大屏幕，你看那个谢谢梁岩，我就感觉有点送我走那意思。哎，我冒昧的问一句，他是不是比你那儿子大不了多少？他比我儿子大2岁。他是我们这一届选手第2小，我是第2老。一场这个尊老爱幼之战啊！我觉得梁岩的脱口秀风格就特别像那种叙述版的情景喜剧，就是他的人物刻画的都非常的有来有回的，然后有对话有场景，然后很细致，就是那种生活细节渗透在整个文本里，让你觉得好像可以反复琢磨这些生活中的小巧思小观察，就你听完觉得哎啥都舒舒服服的，这感觉又挺好笑的。哎，谢谢您，谢谢梁岩，还是那个，对，不疾不徐吧，我就觉得就是听您说话特别舒服，啊，就非常适合那个陪睡，因为是真的，就能让人精神放松嘛，而且都是那种哎值得回味的，他老有那种各种后勾，然后哎听着哎还真是还有点意思，特别金琢磨，啊，这个其实挺难得的。梁岩老师，你以前学过相声吗？我没学过，但是呢，从小就听老北京吧。老北京，对，从这个最早还爷爷抱着就听话匣子，就听相声，甚至也都还会听这个您父辈的这个相声，也是一直听。您这是我听过的最像单口相声的脱口秀。哎呦，是，而且您身上那个范儿啊，那个包括嗓音呐，跟施圣杰先生的有那么有点像的啊。哎呦，而且您就是包括您的表述。就是包括这个对话两边的这个转头，这个都特别那什么，就是可见其实这个脱口秀的舞台是
什么都可以，只要观众笑了就足够好，是挺棒，感谢您，谢谢。而且梁岩老师不是您自己在哪个团队？不还有什么梁岩杯吗？那不是有那个梁岩杯，您冠名的是吗？老参加那比赛，老把人心那个岁数小的一通乱打，然后哎，你看这不是这报应来了？不是，就是大家谬赞，就是我参加的多，我参加的频次多，只是。哦，我以为您赞助呢，因为您要是有闲钱，我们节目还缺点赞助，就是。喜剧之王梁岩记。哎呦我天！哎呦，我得管谢谢借钱，他那儿多。7600多亿，那只能咱们在地下播放了，underground。其实我真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沉浸在这个北京腔儿吗？就北京腔，北京腔。腔儿。老北京。那个儿化音儿吗？很有感染力儿。不用，不要，乱套了啊！怎么这感染还一粒儿一粒儿的？听着，北京人这么贫，怎么？话题我好喜欢啊，因为我们也一直不停的在找阿姨。哎，梁岩老师，你有说故事给你小孩子听吗？哎，念，这个现在这个最开心的时候，给妹妹念绘本。哇，好幸福哦！因为现在太小，他那个绘本呢都还没什么字儿，就还得他不都是画吗？绘本您给人念，绘本一点字儿，就给他讲故事。小朋友的世界里，现在什么白雪公主、灰姑娘，听的全是北京人，普通话倍儿标准。好，大家好，我是唐湘玉，还是脱口秀的舞台好啊！我也不敢演线下剧了，现在。那张照片不会突然出现吧？特别压力特别大，最近因为一直在比赛嘛，我确实还是压力挺大的。我就去刷我上一季的高光时刻，解压，压力更大了。因为有一条视频点赞特别高，但热评第一，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有人放了一张我的丑照，没有比杨哥那张好多少。说他其实长这样，好多人帮我说话怼他，那咋了？关你啥事啊？人好笑不就行了吗？好像没有安慰到我什么呀。但我好好打扮一下吧，也有人不满意，说忘本了，好看了不好笑了，咋了？是粉底把笑点盖住了吗？他说你应该把心思放在业务能力，不然你再打扮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美女。我仔细想了一下，未尝不可呀。这有啥不满足的呢？以后再说我先叫我小美女唐湘玉，你个小美女。没有，我没有这么洒脱。谁能保证可以一直好笑呢？我肯定会越来越美的呀。我觉得不行，得找别的出路了。我就想办法去报名了今年的浪姐。啥呀？我又没去。啥呀？去面试了面得非常好，表演了一段唱跳。导演说我太好笑了。又问我还有什么优势，我说我愿意照顾别人，情绪稳定，情商高。侯佩岑你们知道吧？难分伯仲啊。当时气氛也特别好，我出来他们还在笑，我就知道稳了，炸场了吗？这不是？开开心心回来等通知，为了这个我一场演出都没有接，专心准备出舞台。准备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我和南瓜的定情曲。这是我的暖宝宝，不是卫生巾啊。是卫生巾又怎么样？拿在手里了啊。南瓜不要担心我，我能挺住。
就漂洋过海来看你。哎，南瓜当时还说呢，说哎最近咋没见到你呀？我心想你以后更见不到我了，我要去浪了，漂洋过海来看我吧。相当膨胀，甚至爱奇艺咱们节目第2季，人来问我的时候，我还说那个先等一等吧，我最近喜欢吃芒果。猕猴桃再说吧。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了一个营销号，我有点坐不住了。他说唐湘玉已经和浪姐第6季签了1轮游合同。谁会签这种合同？底下3条评论：啥时候播呀？还有谁呀？以及唐湘玉凭什么1轮游？我用小号发的。这也太瞧不起人了，我必须得争口气。我花了4000块钱，专门请了一个舞蹈老师，好好学了一段，把视频发到网上。网友的评论很抽象，说我跳舞有口音。跳舞怎么有口音啊？俺是山东的。山东淄博的，说我的那个魏舞跳出了山东人的铮铮铁骨。当然了，也有夸我多才多艺的，问我什么时候学的手语。我不语，只一位魏舞。老师说你找一面墙，用胸腹胯依次去顶它，你就学会了。我做了几个，怎么说呢？快爬上去了，不是魏武是壁虎。你说这可怎么办呀？肯定选不上了。老师说选上了可怎么办呀？不会还找我吧？啊？你这边笑的也太过分了，纯嘲笑呀！啊！我只能安慰自己啊，我说哎，就算咱这方面确实是有不足。但万一呢？万一人家就是需要一个废物，成长线才好看嘛？那谁想看那种上来就唱得好、跳得好的呀？你想看吗？啊，小点声吧，小点声吧啊！啊，别再说话了啊！一直忐忑的等到了大年初8，我刷到了路透，人家已经开始录了，都快1公了，我还在村里吃席呢。1轮游不是得去吗？但我的判断也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佩岑姐选上了。心里很失落的还是就好想被人坚定的选择呀。我想了想，我很少被坚定的选择。我大学的时候去找兼职，有一个做礼仪的活，我很好心，我还叫上我2个舍友一起去。那个中介看了看我们仨，跟我说他俩留下，你可以先回去了。我舍友都懵了，怎么你也是中介呀？啊！我想起小学的时候选秧歌队，选上了的站前边扭正经的，选不上的也不是不正经啊，就跟在后边搞气氛，演师徒4人、虾兵蟹将啥的。我是最棒的，我演1个棒，就是花甲。就嘎啦嘎啦嘎啦啊嘎啦！那秧歌让我扭的真鲜呀，都有点下酒了。都是一些没有选上的一些很丢脸的回忆，但是我使劲往下想，我又想起了后面的故事。那个礼仪的活，最后我没走，我争取留下当了观众，给人鼓掌，还挣了50块钱。那个让我演嘎啦啊，我也好好演了，我背着壳扭1晚上，我都累瘫了。大家说快看那个嘎啦，好像快嘎了。选不上是很丢脸，但脸又算什么呢？你捡起来继续冲就是了。所以我赶紧联系了爱奇艺，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还是猕猴桃有营养啊！因为泰戈尔也说过，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喜剧之王》单口季。
多好呀，至少游到第2轮了。我就是这样，有一点希望我都不会放弃，我就是要挣扎，风浪再大我也要威武一下。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唐湘玉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湘玉。这既然中间聊到了这个乘风破浪的话题，咱问问佩岑姐，觉得这有希望吗？我觉得唐湘玉是大美女，大美女。谢谢。那我猜你没有选上，就说明你跳的太好了。就是我压根儿不会跳，我觉得。你看我47岁才选上，你还没满40岁，对不对？再等等。你满了40岁那年，再等7年，一定能选上。对啊，好，有盼头就行，有盼。我这个人就需要一个奔头就行了，也不一定真的能去，因为我确实是各方面能力还非常欠缺。我就是勇敢的去面试了一下，咱就探索一下咱们的那个边界嘛。其实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听唐湘玉的脱口秀，就是我觉得她有那个自然的，有时候你会好像等着脱口秀的人要抛一个梗，可是我觉得她自然上去，你就很喜爱她，你就知道她说什么，你都想对着她笑。大家好，我是唐湘玉。所以她是很有吸引力，很有她自己个人魅力的。我好喜欢你的表演，谢谢佩岑姐，谢谢你。前2天知道你来，我都高兴疯了，就是好像我没有参加那个节目，怎么感觉我娘家来人了一样的啊！支持你，特别开心你能来，谢谢。我看到湘玉有很多的成长啊，不管是你讨论的话题，还是人生的选择上面。哎，你今年做队长是什么感觉啊？大家选我的，然后选我，给了我这个信任，我就干吧，我就干。但其实我没有那么擅长，我感觉我就是一边摸索着一边干，然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真的我的队友们非常的担待我，给到很多的情绪价值。我真的希望我们这个组能越来越好，真的是。反正我就是看到你的一些变化，从关注自己啊，到包括支持周围的人啊，很多具体的事情在你身上的成长，感觉到你好像就是更成熟了。是因为我也从去年到今年，确实是也长了1岁。我是觉得听您刚才这篇就感觉您现在生活上其实挺幸福的，您也不一定特别想去浪姐。芒果的老师们在看吗？就是我非常想去，但是同时呢，猕猴桃的老师们在看吗？都在。我也非常想留在西单。弄一果切，你这个。我只是觉得就是您在这里头就好像不是特明朗，就是您那意思就是说说了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最近的近况。是，其实我是想让我自己什么都写。之前大家很多人对我的印象就是，记得我讲我老家的事情，我自己家里的事情哈，相对沉重一点的东西。但其实如果看了我2个专场1个主打秀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我什么都写。我就想让我自己更加全面，让大家看到更多面一点的我。咱不要局限在一个赛道里边，什么都闯一闯嘛。是，那当然。这不才是浪姐精神吗？是吧，姐啊？是。湘玉，我就特明显能感觉到你的那个美是美在性格上，不仅仅是形象上，形象上已经够美了，你那个性格肯定是就征服了之前的观众啊，然后包括你的那些朋友们。我相信你自己的专场里，你那些对生活的观察，你写的那些东西会更打动人。就我们说那个打内的包袱有时候特别响，尤其是你跟队友啊、跟导演组这沟通当中，因为大家有共同前提，所以特别容易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要警惕这个东西，警惕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好，谢谢马老师，谢谢您的建议，谢谢您，谢谢。其实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他好像有点要掉，我就有点那个担忧了。但他掉下来了，我反而放心了，没事儿，没怎么影响到我。湘玉啊，泰戈尔还说过一句，人 wave 的时候要记得用 vivo S30拍张照，因为啊，快乐你就要 vivo live。快看那儿，那 vivo 正拍你呢。这照片太棒了。谁拍谁是自信的嘎啦。
我们也把蒙恩请回舞台中央。队长之间的对决也是强强对话，我们来看一下杨蒙恩、唐湘玉这场 PK 最终结果如何。我压杨蒙恩，你压杨蒙恩，我也压蒙恩，唐湘玉吧，杨蒙，唐姐，蒙恩。杨蒙恩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他演那个提头的那个，非常像美国单口的那种表演。其实，在这个舞台上，很少有演员能演出这么纯粹的单口的东西了。唐湘玉的表演这么鲜活的在舞台上面把自己这么想表达的东西都这么认真的有勇气的表达出来，太精彩了。两个人其实讲的内容是有点差不多，这种还挺好，旗鼓相当，谁赢谁输都说不定。强强对决，这个就是神仙打架。我们首先恭喜唐湘玉185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对于这场 PK 一直是非常紧张，因为杨蒙恩老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师，然后我看他很多的段子，所以说我能跟你 PK 一场，我特别荣幸。谢谢。谨记你身边有我这种粉丝啊。然后我还有一句话是想说给猕猴桃的我们喜丹的节目组说的，就是虽然我的段子里边会调侃，就是想去别的节目什么的。这个节目组也挺有幽默感的，他们听得出来什么是段子。喜丹对于我来说，其实是我的家一样的存在。谢谢你们陪着我，谢谢你们在，谢谢。我感觉我肯定是会有成长的。虽然这2轮我有一说一，我打得很艰难，前面的选手他都是我承接不了的风格跟能量，但是对于我来说，叫平静的海面训练不出好水手，这就是浪姐精神。我刚刚在台上下了台，就是讲的时候我有点懵，我说错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今年其实有客串了一个古装剧。啊，对，他也在爱奇艺播，你们有了爱奇艺会员的话可以看一看。来，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吗？根据规则要前往待定区了。根据规则，我应该不会被淘汰。那就去休息一会儿吧。谢谢杨哥。加油！哎呀，待定区的朋友们也要警惕啊！你身边要有这样的人来了。来，教主，咱们来迎接杨蒙恩，终于把他按到这儿来了。盼星星盼月亮，又盼来一个新队长。欢迎队长回家！欢迎队长回家！哎呀，终于给你等来了。朋友们，这是排名第1的队长，殊途同归啦！哎呀，我的早了，第2，我排第2。我觉得他在舞台上散发的魅力啊，就是远远大于他在仙侠剧里面的魅力。以后仙侠剧啥的别再接了。对决继续，我们看一看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小佳、英宁，请先前往对战区。小佳、英宁应该都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同时他们也是喜剧之王单口季这个舞台上的2位新朋友，希望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首先要上场的这一位，就是那个永远用着一些人畜无害的表情，说着那些最地狱笑话的朋友，我们有请小恶魔小佳。大家好，我小佳。我这几年呢，养成了一个不良爱好，喝酒。对，当然我不是因为喝酒才这样的，好吧？我小脑健全的好吗？因为前段时间有个营销号拿着我的照片，然后说过量饮酒会导致脑瘫，而且那个照片还是我流口水的照片。我把它发给我的演员朋友，求他们别喝了，一个赛道容不下2个脑瘫。我是上大学才开始学会喝酒的，然后我舍友也夸我
酒量真好，喝再多都跟平时一样。开什么玩笑？我喝多了比平时更灵活，好吗？我真的没有在搞笑，是这样。我这个呢是神经系统的疾病，然后喝多了，酒精会麻痹神经，神经就会忘掉自己有病。我上次喝到一半，然后有个酒瓶从桌上掉下来，我2只手没接住，2只脚接住啊。只有神经病才知道里面的门道有多深。我朋友也惊呆了，他说：“你是不是再多喝点就能把病治好？”我第一次去酒吧是我舍友带我去的，我对酒吧是有刻板印象的。我刚进去还很紧张，总感觉里面的所有人都会打我。然后大概喝了一些酒之后呢，我就完全不知道什么事情了。我们隔壁那个大哥左手臂还缠着石膏，我喝了一些酒之后呢，就跑去跟大哥单挑喝酒。大哥说：“你干嘛的？”我说：“没看出来吗？老子练体育的。”大哥说：“你是不是被铅球砸成这样了？”这些事情呢，都是我舍友第2天告诉我的。他说这都不可怕，最可怕是我摸着大哥的石膏，说本来想跟你玩15-20的，现在只能15-15啦。大哥脸都黑了，问我舍友我是不是在社会上被打成这样了。我爸年轻的时候也特别爱喝酒，喝多了就跟我妈吵架。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他就是喝多了躺在我们村的村口睡觉。我从镇上回来经过的时候吓到了，回去跟我妈说村口好像死了个人。我妈说可能是你爸。我更震惊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一个小小的心愿。我说妈，别这样说，也太不吉利了。她说我是真的担心你爸喝酒会伤身体，而且我给他买了很多保险，受益人都写的是你的名字。从那之后，我跟我爸喝酒都不知道怎么说敬酒词，我不能说恭喜发财，感觉怪怪的，更不敢说爸走一个。现在我妈看到我有时候喝多也很后悔，她说早知道写自己的名字啊，老杨看起来能活得比你长。我那天看到一则资料说李白很多诗啊都是在喝酒时候写的，我就觉得他好会控制那个量啊，就喝酒了还能这么有逻辑。我在想他如果喝嗨了会怎么写？仰天大笑出门去，如何呢？又能整。我知道这个梗很尴尬，但是朋友们，你不觉得这样写更显得李白很洒脱吗？我今年年前的时候有个体检，医生说我身体有个酒精代谢酶，比别人还要好。说简单来说就是我很能喝。医生说你身体很好哦，外面看不出来而已。你就感觉上帝为我关上一扇门的同时，给我开了一箱酒。然后说喝吧，喝多了就能走直线。我这2年很少喝多了，我上次喝多是在上海街头跟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边走路边喝，然后喝到实在走不动，就躺在一个马路牙子。我突然理解了那年躺在村口的我爸，这次死了2个人。我很感慨，我觉得长大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我就觉得很感慨。然后我看着我朋友，我说欲买桂花同载酒，
终不是少年游。我朋友沉默，他说你说的对，我们去买点桂花酒吧。谢谢大家。谢谢小佳。喜欢小佳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小佳。这个也是一个新，应该是个新鲜的话题吧？你好像之前没跟大家聊过。对，没说过。今天上台前是不是有点，就是包括整个过程中有一点紧，还是？我感觉有一点紧张，但可能是累的啊。其实我还蛮喜欢你聊这个话题的，就是喝酒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我能感受到小佳身上的一些侠气。我特别喜欢那句，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但是给了你一箱酒。我觉得这个就是心里的那种豪气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个状态。然后我好像还没有跟小佳喝过酒吧？对，我们可以找机会喝一下。OK， 没问题。我是觉得，因为其实我身边好多都是歌手朋友们，平时喜欢喝点酒，但我拍戏的时候我不会喝的，就是我要在现场保证很清醒。但我其实很羡慕那些个能边喝酒就边把事儿干了的人。应该说那个李白，这个作诗王羲之写这个帖，好多不也都是喝大了之后就怼咕出来的吗？人家都能怼咕出来，我怎么怼咕不出来呢？特别羡慕，所以我听到你这我也挺感慨，挺好的。首先我要谢谢小佳啊，我这个化妆间收到了您送的那个书。哦，谢谢马老师，感谢，哎，回去拜读啊。这个，哎呀，尤其是你的这个话题让我有点想念李诞，你知道吗？哦，他还在。哎呦，谢谢你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对，因为我上次见到他，他也是挡在村口，所以我不确定，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你要是约杨天真喝酒，也可以叫上我一个啊。好，没问题。马老师，我讲脱口秀之前去参加了奇葩说的那个千人捞，然后就是没捞上来。对。然后就是在那里接到了当时的公司训练营的那个 offer， 对，然后我就决定说，那奇葩说没选上，我就讲脱口秀，然后就讲，对。世界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开了另外一箱更好的酒，大概是。但是我觉得，就回到作品，我觉得小佳的作品就特别好，就是他整个文本是特别严谨的，逻辑层层的，都特别合适，然后又适合他自己。你其他任何人，你未必能说得出他这个节奏，棒。我也想谢谢小佳，因为我也有收到你的书。我觉得小佳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他看起来有一点小恶魔的感觉，然后我很喜欢他一开场上来就跟大家说，我现在这样跟喝酒真的没关系。我觉得整个现场就被他热烈了起来，然后我们也真的就是放开，然后很开心的进入他的世界。那如果你现在紧张的话，等一下我们说不定可以喝一杯，就可以放松一下了。谢谢。是的，那恭喜小佳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请小佳先回去暂时休息。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哎呀，上一赛段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上一赛段他刚刚跟蒙恩完成了一场精彩的老友对决，这次又要跟小佳 PK 上了，掌声有请英宁。哎，哈哈，我呢是一个东北女人，巧了，我妈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就4个字：不服就干。只要我一不服，她就干我。小的时候让我长个儿，让我长个大个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爸就1.69米，我妈1.5米。对，东北不仅有矮人，也有矮人。但是他呢，希望我长到1.75米，每天让我拽单杠。大家现在看出来我这个个儿还是1.6米，个儿没怎么长，
但是我这个胳膊呀，我1.6米的个儿，但我的臂展是1.65米。小时候做课间操，老师说大臂向前看，结果啪就插人嘎叽窝里了。老师说死平就啪扇出去2个嘴巴子，伸手就打笑脸人。不瞒大家，我这个胳膊伸手就是2.1米，也没什么用。唯一的用处就是走在路上看到那种突然想空气投篮的那种男生，先上去给他一个盖帽。有时候真的想想啊，这个故事真的挺讽刺的，因为大家想想，胳膊是什么位置？胳膊是人体骨骼当中唯一跟身高没有关系的部位。但凡当年我练习的是上吊，人虽然死了，但是官方身高是1.62米。我妈这个人，她不仅不服生物学，非生物的也不服。我记得我刚毕业那年就不想再管家里要钱了，但是北漂嘛，你租房子图便宜，哼。大家租过凶宅吗？没有想到吧？这里还有死亡话题。当时那个中介还跟我说呢，说女士，您现在站在窗户边的这个位置，就是上一个住户跳下去的位置。我当时把我吓死了，我说难怪便宜呢啊！遇上了跳楼价了。我妈一听什么凶宅，根本不服，说妈觉得这个房子它应该不是一个凶宅，因为那个人站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活着的。1楼才是凶宅呀！哇，我当时满脑子里只有4个字，好有道理。我说妈，你冷静一下。我是说，假如说那个大哥他以后想回家来看看的话，应该不会只回1楼吧？我妈说你放心，他的腿摔坏了，他肯定上不来了。我妈这个人不仅不服鬼神，其实她也不太服一些世俗上的观念。有一年过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亲戚就在酒桌上指着我说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不成家呀？我妈说我的女儿她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小时候拽过单杠吗？没有，没有你手伸这么长。但是他会偷偷的跟我说，哎，闺女，妈知道你不想要男人，但是咱能不能要一个孩子？我说什么意思？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我妈这个人，她成长于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就是传统中带着一丝激进。她一方面说，你现在趁着年轻呢，你早点生，这样恢复得快。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怕我太懂生孩子。我就跟她说，我说那生孩子是不是意味着得跟男生有亲密接触了呢？我妈说，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啊。我当时想，妈，啥事儿啊？为什么说我妈这个人，她人生有不服输的精神呢？因为前几年她怀孕了。对，在我妈50岁的时候，她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什么叫求人不如求己，言传不如身教。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总不能说，哎妈，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呀。但是我确实发现我妈妈怀孕之后，我妈和我爸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的。我妈每天摸着她那个小腹在家踱步，说：“宝贝，妈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下辈子你早点来，你争取做第1胎。”我说：“妈妈，我还在这儿呢。”这是我妈给我的感觉，而我爸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老子牛啊！哇，真的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呀！有时候我看他俩这个状态，我就觉得3胎这个事儿啊，不应该只鼓励年轻人了，是吧？也把他们拉入到这个阵营来，口号我都想好了，就叫与其催自己的孩子生，不如生出自己的孩子。但我妈催生她也不是为了一些世俗上的观念，她就是怕我现在不生老了吃苦，又怕我现在生现在就吃苦。因为她跟我说其实女人生孩子真的特别容易遭很多的罪，尤其容易得产后抑郁。他就说他当年就得过，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这是病啊，都以为刚生的孩子太丑了，丑得让人想死。他说我当时抱了你第1下都不是说这像谁呀，
人说这像话吗？我还关心他，我说那你难受吗？我妈说咋不难受？当时周围的阿姨天天就想跳楼。我说那你呢？她说我还行，我就是想把你扔下楼。我说妈，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想过1楼才是凶宅？我妈确实就这么一路不服，一路硬扛，走到了今天。她前年退休了，现在呢，每天在家健身，已经拥有了4块腹肌，然后现在每天在学英语，准备在备考雅思。就像所有突然失业的年轻人一样。但是他这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就像比赛之前他跟我说，比赛那玩意儿咱就干呗，管他输赢呢，听妈的，咱谁也不服。你就记住一句话，妈妈永远爱你。谢谢大家，我是英宁。谢谢英宁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英宁。其实我觉得那个题材还是很好的，跟母亲之间互相托举的故事，但我觉得稍微讲的节奏有点乱，就是我感觉好像上来那个气就有点赶。明白。确实，这样一个话题有时候也蛮难处理的。其实它中间讲了很多的小的故事，有时候是关于自己的，有的时候又是关于母亲的这个困境，然后几个故事之间，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衔接还是蛮考验演员的处理的。但是我很感动，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母女的议题，因为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话题去碰触的，还包括了产后抑郁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它都是用很柔和的方式去把它阐述出来。但是其实中间有一个点，就是妈妈在亲戚面前替你撑腰，这个我听了觉得很感动。有时候如果跟妈妈可以当最好的朋友，然后她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然后你也支持她做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情感。所以其实我还想要听你多说一些。谢谢佩岑老师。因为我不懂脱口秀，要是我要从头学着写，我也可能也会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但是我会去想说，我的故事虚实之间的那个比例到底应该怎么样，有多少是超越我的真实生活，但情感是真实的，有多少又要还原到我自己的真实生活里面来，但又不照搬，这是他最难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就谁能处理好这个，谁就是真的棒吧。谢谢。我得澄清一下，最后没有那个孩子没有选择来我们家，就是有点情深缘浅的对。其实英宁今天表演的是，我想稍微聊一点，就是她妈妈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勇猛、非常强悍的东北女性。就是这一次英宁写稿，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妈妈下场的，就是她妈妈说：“我来写试试。”给大家看一下，英宁她妈妈还自己亲自手写给女儿说：“我试试帮你写稿。”英宁今天上场前，她跟我聊，她说这几乎是她人生压力最大的一天，因为这篇是讲她妈妈的，她特别想把这篇讲好。有一点遗憾吧，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不可能很完美的，有的时候，对。但就是一直在成长了。这个过程有时候比结果反而更重要。对，我现在好像更理解英宁一些，可能是因为这个题材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有一种近乡情更切的东西，又太真了。关心则乱嘛。因为我看过他上一场表演，因为我非常坚信他是一个好演员，我还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看到你有更多新的东西。好，谢谢郭老师，谢谢大林的坦诚，我们也把小佳请回舞台中央。看看这组对决，观众朋友们最终会给出怎样的选择？最后结果请看大屏幕。哇，很接近，小佳168票，恭喜小佳成功晋级。160票也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了。那英宁前往待定区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那我就当淘汰感言说吧。本来想走得远一点，然后但是我觉得如果这篇讲得好一点的话，可能自己的人生不会留太多的遗憾。然后但是如果是最后一篇是这个收尾的话，已经很好，加油！
啊，是，我觉得那就妈妈我爱你。大家记得去线下看英宁的演出啊，在加拿大也有英宁的演出。谢谢英宁。哎呦，走了。我只能说，这个舞台，包括所有的脱口秀的舞台，就是去留留，来来回回。好在脱口秀是一个能做很长时间的职业，好在它能一直讲下去。